美国与菲律宾9号在吕宋岛举行联合军演，重头戏是菲律宾配合美军发射海马斯火箭炮。而此次演习的主角，美国陆军第1多域特遣部队，也是美国在菲律宾部署的最重要力量。美军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煽动菲律宾在南海挑事，导致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中方也作出有力回应。 美国与菲律宾9号在位于吕宋岛中部的菲律宾军事训练场举行盾牌联合军演。此次实弹演练号称要应对所谓南海实战场景，重头戏是 M142高机动性火箭炮及海马斯火箭炮的发射训练。据报道，菲军前期配合装弹，美军陆军第1多域特遣部队士兵发射了3枚海马斯，落至10公里外的靶场。 海马斯火箭炮是安装在美国陆军中型战术卡车上的一种轻型模块化多管远程火箭炮，可搭载一个6连装箱式火箭发射器或1枚地对地战术导弹，最大射程达300公里。美方提供给乌克兰的则是其阉割版本，射程约为70公里。 分析指出，美菲联合上阵海马斯实弹发射训练，意味着两军在适配互操作及先进军事技术共享上迈出重要一步。外界注意到，海马斯火箭炮是近2年美菲联演的常客，未来也将部署在菲律宾去年向美军新开放的4个军事基地中。 今年4月，美菲肩并肩2024演习的一大目的，就是测试海马斯在截然不同的太平洋岛屿环境中进行快速部署的能力。但去年4月，美菲肩并肩2023演习时曾发生尴尬一幕，当着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美国驻菲大使卡尔森的面，美军一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6枚火箭弹全部脱靶。 当时肩并肩联演联合指挥训练中心主任、菲律宾陆军上校洛吉科无奈表示，展示海马斯能力的同时，也可能暴露其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美菲历次演习的地点也非常敏感。肩并肩2024演习的其中一座基地位于巴拉望岛南部巴拉巴克岛，与南海相接，靠近菲律宾持续挑起争端的仁爱礁。 演习同时还动用了位于吕宋岛中北部的拉罗机场以及吕宋岛北部的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这2座基地皆位于吕宋岛东北端的卡加延省，距离台湾岛只有400至450公里。这次美菲联合军演毫无疑问是美国在为菲律宾站台，这个意味是非常明显的，是显而易见的。 其中呢，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海马斯火箭炮，尽管射程比较远，但是真正要说它具备海上作战能力，恐怕更多的是画着个饼，更多的政治意味，它的实战意义都是非常有限的。刚刚举行的美菲盾牌联合军演，主角是美国陆军第1多域特遣部队，其部署地位于菲律宾吕宋岛。吕宋岛北边就是巴士海峡，这里是美国航母编队进入南海、中国海空力量前出岛链进入西太海域的重要通道。目前，美国陆军第1多域特遣队编制2200人，常驻人员500人到800人，下辖4个营，其中战略火力营下辖海马斯火箭炮连、低风导弹连和高超音速导弹连，负责远程精准火力打击。低风是一种基于车载巡航导弹发射系统，可搭载最大射程2500千米的战斧巡航导弹和最大射程3700千米的标准6型导弹。7月26号，在老挝与菲外长马纳罗会晤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当面告诫，菲律宾如引入美国中导系统，将制造地区紧张对立，引发军备竞赛，完全不符合菲律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正是迫于中方压力，菲方向低风系统下达逐客令。菲律宾陆军7月表态，低风导弹系统将被撤离，预计最晚9月归还给美国。美国人不愿意直接投入到南海方向上激烈的斗争中去，而是相反，想通过把自己的小伙伴、自己的盟国压到一线去，让他们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来冲锋陷阵、当炮灰。 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当面告诫说重话事出有因。近期菲律宾不断拉拢域外国家进行演习，希望借此提升南海争端的曝光率。而中方的回应举措更是坚决强力。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7号举行4国联演。美国海军的消息称，美菲加澳4国于南海举行联合军演期间，中国军舰进行了围观。 解放军南部战区7号发布消息称，解放军南部战区为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旨在检验战区部队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能力。
南部战区10号还透露，8月8号，菲律宾空军一架 NC-212型机不顾中方反复警告，执意非法闯入中国南海黄岩岛空域，干扰中国正常演训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进行识别查证、跟踪监视、警告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歪曲炒作。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邻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是尽我们最大努力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特别是敌对势力在我们南海制造的各种各样的危机，我们能够有效的管控，我们能够化危为机，最终保证南海的和平稳定，包括发展我们同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恐怕才是我们的战略目标，才是我们所真正讲的行之有效的战略措施。所以尽管现在看南海遇到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不足以改变南海整体的战略态势。从这一点来讲，我们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是积极的，是有效的，是可以实现我们战略目标的。美国是影响菲律宾对华政策和南海政策的最大不可控因素。正是因为美国政府及美国舆论在南海问题上对菲持续挑唆，以及为菲方非法主张站台背书，才放大了菲律宾挑衅中国的野心。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梅惠林日前就渲染称，过去15年里，中国已经将其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从微不足道扩大到举足轻重的地步。他鼓吹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加强联盟应对中国，否则中国最终将不开一枪就能控制南海。为此，梅惠林还提了一个馊主意：美国应护送前往仁爱礁的菲律宾补给船，甚至美国可以独自或者与澳大利亚、日本等盟友一起执行一些补给任务。实际上，自马克思上台后，菲律宾在南海地区不断对中国做出挑衅举动，自以为能靠美国撑腰而兴风作浪，但关键时刻美方都溜之大吉。近来，菲律宾多次非法闯入仁爱礁邻近海域，并蓄意制造碰撞事件，围绕海上局势升级。无论是美国总统拜登还是其政府官员，均提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并为菲律宾壮胆。但在6月中旬，菲律宾运补船侵闯仁爱礁，蓄意碰撞中方船只之后，中方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美国海军学会注意到，在菲律宾最需要壮胆的当口，美国2艘海军航空母舰全跑了，引发菲国内舆论不满。拜登宣布退出2024美国总统大选后，其任期所剩无几，而接棒其参选的哈里斯副总统的国安团队目前仍未公布。在此情况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匆匆访问亚太地区安抚盟友，但效果十分有限。7月30号，美菲在马尼拉举行2+2会谈，美方当场宣布向菲提供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则在会见布林肯时，借机向他表达对美国局势的异常不安。对此，有观察认为，尽管拜登政府宣称对美地区盟友的承诺坚定不移，但越来越多的盟友似乎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大搞阵营对抗的立场采取谨慎的观望态度。美国虽然一直在吵吵着所谓的南海问题，航行自由也好啊，还有什么菲律宾的小兄弟受欺负也好，等等诸多此类的，他在这儿实际上更多的都是想把水搅浑，把事情挑大，人为的制造出南海的纠纷。事实上，我们看南海这个地方总体局势一直都是很平静的，他这个更多的也还是想把菲律宾往前面推，把事情挑大，这样他坐收渔翁之利。这个是美国的真正意图。美国人真正一旦遇到了问题，第一个脚底抹油跑的就是他。对9号在吕宋岛进行所谓推演南海作战场景的实弹发射，轰出3枚海马斯火箭弹，上演美菲盾牌军演的所谓重头戏。那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盾牌24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和菲律宾陆军进行的联合军演。据菲律宾陆军称盾牌24是美菲军队之间的一项双边演训，旨在增强美菲两国军队的互操作性和战备能力。盾牌24联合军演共分为2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在今年4月举行的。当时，美国太平洋陆军派出了第25步兵师的600名官兵参加，菲律宾陆军呢则派出第7步兵师近1000名官兵参加，主要是进行一系列作战任务规划与专业技能交流。第2阶段呢，就是现在开始的联合演习了。美国太平洋陆军派出第25步兵师、第3步兵旅级战斗队、第1多域特遣队的1700名官兵参加。菲律宾陆军呢，则派出了第5、第7步兵师和特种部队的
1800名官兵参加，可见美菲陆军盾牌24联合军演第2阶段的兵力规模是第1阶段的3倍啊。此次演习的主要内容是在城镇与丛林环境中，美菲陆军进行巡逻、渗透、阵地防御、空中突击、反装甲、实弹射击训练等科目，以及两国陆军的经验交流。此次演习的地点是在吕宋岛中部新夷市下省。美菲实弹射击动用了海马斯火箭炮。那这2年美菲两军搞联演，海马斯火箭炮一直都是所谓的看家装备。那您认为为什么它这么受重视呢？海马斯火箭炮此次实弹射击是在新夷市下省劳尔市的加南通火力基地进行的，由美菲陆军共同操作。其中，菲律宾陆军炮兵团的士兵在美国陆军第1多域特遣队野战炮兵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装填和机动，发射则是由美菲两军士兵共同操作。在8月9号的实弹射击中，海马斯火箭炮呢共发射了3枚火箭弹，全部命中预定目标。海马斯火箭炮现在是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骨干火力来源，主要是因为海马斯火箭炮机动性好，火力突然性强，打击距离远且精度高嘛。其发射标准的制导火箭弹时最大射程可达70公里以上；发射陆射小直径炸弹时，最大射程可达150公里；发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时，最大射程更是高达300公里啊！在俄乌冲突中，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表现出色，给俄军造成了很大损失。因此呢，美军对于海马斯呢越来越器重，认为这种武器呢在夺岛、守岛、封锁海峡和关键水道、打击敌登陆部队等方面呢可发挥重大作用。因此呢，美军采购的海马斯火箭炮在数量方面大增。在菲律宾进行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海马斯就不断亮相并进行实弹射击，这既是美军检验海马斯在岛屿作战中的能力，也是对潜在对手进行武力炫耀和威慑。此外，还有对菲律宾军方推销的意思。那么这次美菲盾牌24联合军演有哪些值得注意之处呢？对地区局势又有哪些具体影响？盾牌24联合军演最值得注意之处是美国陆军在菲律宾的活动。以往人们更多的关注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空军与菲律宾军队的联合演习。实际上，美国陆军也不甘寂寞现在与菲律宾陆军进行规模较大的联合军演。由于美国陆军主要进行地面作战，因此盾牌24的目的是美国陆军到菲律宾吕宋岛锻炼岛屿丛林环境中的地面作战能力。而且盾牌242个阶段的演习，美国太平洋陆军都是派出第25步兵师的部分官兵参加，可见第25步兵师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应对西太突发事件的战略机动部队。第2个值得注意之处是盾牌24联演呢放在吕宋岛进行，而吕宋岛距离我国台湾岛很近因此其针对性呢很明显。第3个值得注意之处是此次联合军演是在菲律宾军事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的背景下进行的。去年8月，菲律宾发布了国家安全政策报告2023到2028，首次提出国防建设需要转向面对外部威胁，强调将寻求加强与盟友合作，并将台海冲突风险视为重大关切问题。今年1月，菲律宾军方又提出所谓综合群岛海岸防御概念的新军事战略，旨在将菲律宾武装部队的责任范围扩大到领海以外，并进入其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也就是说别看菲律宾国力孱弱，但其军事战略呢却不是防御，而是转向进攻。跟随美军进行海外作战菲律宾军队呢是有前科的。不管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菲律宾都曾出兵协助美军作战。所以呢，菲律宾现在不只是为美军提供面向台海和南海的军事基地，未来也很有可能追随美军对外实施武装干涉。美菲陆军进行的盾牌24联合军演，给地区局势增添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尽管演习代号盾牌是在公开表明演习呢属于防御性质，但演习科目呢却带有明显的进攻性质。
所以呢，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联合军演，让台海和南海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啊。